惊悚降临，我成了恐怖游戏里的实习医生。前一秒我还在担心自己的解剖学挂科，下一秒我手拿解剖刀追着诡异，别怕，你又死不了，帮帮我吧。弹幕炸了，不是姐们，到底谁是诡异呀？全世界都在害怕自己被惊悚副本选中。我翻着书暗自吐槽，让我考试还不如叫我进副本里去。猛然间，系统的提示声响起，恭喜玩家夏温温被系统选中进入游戏副本惊悚医院。副本难度 S 级，人数单人。温馨提示：1周内玩家若未通关，就会死翘翘哦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身处在了医院里。不是，我开玩笑的，系统，你怎么玩真的？我深呼一口气，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首先我得去报到，系统说会有导师带我这个实习医生。我刚迈出去一步，就感觉自己踩在了水潭里。不，这个腥味是血。面前的小孩抱住了我的腿，姐姐，好饿，好饿。我仔细看去，血是从小孩嘴里流出的，他正在咀嚼着什么。我俯下身摸了小孩的头，弹幕疯狂起来，夏温温疯了吗？他被吓傻了吗？这可是 S 级副本，跑啊！不跑等死啊！这小孩嘴里好像是根手指啊，好可怕！天哪，干嘛选中这么个愚蠢的大学生？你们看他眼神里那股清澈，不就是去送死呢吗？好了，他必死，其他遇到诡异的都知道跑，他很难评。我又接着捏了小孩的脸，太可爱了，就是身上太凉了。小孩的手快要抓到我的眼珠，我眼疾手快，一手掰开他的嘴，一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拿出。这么大的孩子可不能乱吃东西哦。小孩愣了，他开始哭着喊妈妈。不是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还告状？弹幕啊，你抢别人吃的还说人家告状？夏温温这个女孩运气真好，估计要是遇见别的诡异早记了。就是算她这次运气好。快看，导师来了，好身材呀！我火速跑开，气喘吁吁的到了报到处。导师催促我快点签到，他说要带我去接待病人，完成手术。虽然导师指甲长了点，嘴大了点，但这身材不妥妥大美女吗？我屁颠屁颠跟导师跟得很紧，弹幕上几乎全是问号。身材确实好，但导师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呀。夏温温看不见吗？我怎么觉得他眼神有点猥琐？呵呵，真能装，等着吧。导师肯定比那小孩厉害多了。导师的高跟鞋声响彻整个楼道，他突然在一个房间前转身停下了脚步。我没刹住车，撞在了2个软软的东西上。导师咧着的嘴突然合上了，夏温温，你离我远点。弹幕比我还要激动，他终于要作死了。可惜啊，不作也不至于死这么早啊。导师明显不高兴了，他那嘴会不会直接吞啊？我不敢想了。等等，不对，我感到一股凉意袭来。很快，几滴泪从我眼里掉出，我眼泪汪汪看着导师，您长得像我姐姐，她在外地上班，我很久没见她了，尤其是身材样貌和我姐姐一样好看，所以我不自觉就想和您亲近。凉意瞬间消失，导师的脸有点羞红，真的吗？你说我好看？我点头如捣蒜。导师轻微咳了2声，看你可怜，这次就不和你计较，下不为例。我擦着眼泪，姐姐真好。弹幕上的问号更多了。别吵，我在思考。苍天啊，这下温温还是个白莲花呀。已经有玩家在这里记了，那导师一嘴一个呀。诡异看不出来他在装吗？夏温温到底在低头擦什么？明明都没累了。导师开门的瞬间，里面传出一股刺鼻气味，我被呛得直咳。导师贴心地捂住了我的鼻子，待气味散去一些，我才看清这个手术室里的诡异是连体诡异，一半男一半女，盯着我直流口水。导师翻着手里的本子，推了一下眼镜，分离手术5分钟后开始。我站在导师身后，不肯靠近他们。导师悄声道：别怕，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导师就是导师，我对连体诡异鞠躬，我一定认真对待这场手术。其实我是医学生，能有这样的手术机会，我感觉很荣幸。至于为什么刚才不愿靠近他们，不是我害怕，是因为他们周身有能看到的绿色气体，味道让我犯呕。我又觉得自己这样想不对，再次鞠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嫌弃自己的病人。弹幕那边笑个不停，啊哈哈，他没事吧？哈哈，这下温温是不是被吓坏了？一直鞠躬，鞠躬诡异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怎么觉得他真的一脸认真？我祝他成功吧，毕竟好多人都折在这里了。导师给我手术工具，叫我挑选。连体诡异满脸不屑，嘴里更是发出阵阵低语。我靠近他们，才听到他们的讨论声。哥哥，这个不错。是啊，妹妹，我很喜欢新来的这个，要不等他死后，我们先放干他的血，把皮扒了。在，嘻嘻，哥哥你心真黑。妹妹，我记得家里还有一张男皮，刚好我们1人1张。哥哥你真好。听了连体诡异的话，我才发现这个手术室里的墙壁上全是血。这医院环境也太差了，都没有人打扫这些吗？我用胶带缠住了他俩的嘴，这里没有麻药，你们忍忍吧，我要认真操作了。
连体诡异，大眼瞪小眼。弹幕惊了，还能这样？我记得这对诡异，他们就是靠说这些话吓玩家的。夏温温这操作绝了，快看，有人被吓尿了，他一定在装，心里肯定怕死了才浇住他们的嘴。我比较关心夏温温为什么要选剪刀，给诡异做手术，肯定和常人不同。我笑着拿剪刀一步步朝他们连体的地方靠近，诡异怕得想逃，但手术前我早已固定住了他们。我麻利地剪开了他们连住的地方。诡异妹妹哭着看哥哥，嘴里呜呜着，而哥哥愤恨地看着我。没想到他们流的血竟是绿色的，要是可以，我真想把这血带回去研究研究。我放下剪刀，诡异妹妹暂时松了口气，可我又在工具箱里翻找着，找了好久才找到合适大小的针。我的头上流了汗，就算是诡异，我也不希望他们留疤。待我缝好他们的伤口后，诡异兄妹已经被我吓晕过去。弹幕，我去，我乐个豆，这么简单粗暴，我现在觉得我强得可怕。快，系统，我要进去捡诡异。夏温温胆子这么大的，其他人大多数都不敢手术啊。好家伙，我看导师对他也很好啊。我看了眼导师，他正记录着我的表现。导师点头叫我过去，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带你去房间休息。快要离开时，我想起了什么，拉着导师的手道，姐姐，可以借我用你的笔和纸吗？弹幕，哦，又开始装了。可我怎么觉得导师真吃这套啊？他要纸笔干啥？又要做什么妖？见导师没有反应，我又抱住他的腰，求你了，漂亮姐姐，求求你了。导师耳朵红了，他递给我本子，嗨嗨，就这一次。我跟着导师进了电梯，电梯里的灯一闪一闪，电梯门也一开一合。导师按了5层，但电梯却停在了4层。4层的走廊看起来很深，远远瞧去，只有尽头有一个房间。弹幕讨论得很激烈，夏温温刚刚拿纸写了什么塞给诡异兄妹啊？看不见，真是急死我了。很少有玩家能活到去4层完成任务的时候啊。4层不就是那个很恐怖的怪物住的楼层吗？我还没见人进去过尽头那个房间，好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夏温温能活到那时候吗？我赌他活不到打 BOSS 的时候。导师似乎已对这样的现象见怪不怪，他不紧不慢又按了5层。我此时被电梯出口处的薄膜吸引，伸手想要去摸，导师很快抓住了我的手，这里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导师话落，电梯已经关闭。我乖巧点头。几分钟后，导师送我进了503休息。他离开时看了我一眼，又不放心般回头嘱咐我，晚上不能随意出去，明天我会来找你。我眨巴着眼睛，我一定乖乖等漂亮姐姐。弹幕，我受不了这个白莲花了，放我进去咬死他。夏温温刚才想摸什么？他不会想直接去打 BOSS 吧？疯了！诡异也会偏心吗？我看有的玩家想在4层出去，那导师直接说他不听话，然后把他处理了呀。躺在床上后，系统的声音终于又响起，恭喜玩家夏温温成功完成分离手术，奖励好感度100点，可用在诡异身上。紧接着，我面前出现了4张画有诡异模样的卡片，分别是刚开始遇见的那只小海鬼，还有连体诡异、导师和一个长发女鬼。很明显，前面3张卡片里的诡异我都见过，并且威胁不大。我指了指长发女鬼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见过这只诡异了？系统，是的，宿主，好感度只能用在见过的诡异身上哦。趁系统出现，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4层那里为什么有类似薄膜的东西？系统，因为根据游戏进度，进入4层的通道在明天才会打开哦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点击了长发女鬼的卡片，看来我口袋里的那根手指应该就是这个诡异的了。至于为什么选它，因为这根手指一直在我口袋里动啊。这么富有生命力的诡异，要是对我100%好感度，我不敢想象我会有多开朗。弹幕，夏温温真就那么确定导师会一直对他好？他啥时候见这个长发诡异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实力，因为目前获得手术奖励的人屈指可数。他对连体诡异那么狠，真不怕被报复啊？我在其他玩家那里见过这个诡异，我给他起名叫妈妈鬼。系统消失后，我开始酝酿睡意，迷迷糊糊间听见门口传来小孩的哭声，这个哭声好熟悉，是那个小孩鬼。我起身隔着门安慰小孩，姐姐错了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不好？现在是晚上，姐姐想睡觉了。弹幕，合着他不是被吓起来的，是因为小孩吵着他睡觉了。我服了，这是在打恐怖游戏副本啊，他还有心思睡觉？够了，这次我心疼小孩，把手指还给人家。我趴在地上想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却看见了一双赤裸的鞋脚，大概37码。砰砰砰砰，门突然被敲响，我口袋里的手指躁动起来。我懂了，我将手指放在地上，手指蠕动着从门缝钻出。按道理来说，物归原主，他们该走了。可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导师说过晚上不能随意出去。我回到床上，用枕头捂着头，1只羊，2只羊，3只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敲门声已经消失了。弹幕一瞬间多了许多，救命！夏温温这个蠢货真睡着了，快跑啊！
完了，我要亏钱了！我当时竟然赌夏温温能活到打 BOSS 的时候啊！头发先进来了，这下换我要睡不着了。你们说夏温温醒后看见这一幕会是什么反应？半夜我被冷醒，发现长发诡异睡在我床边，而小海鬼在地上吮吸着手指爬来爬去。我愣了一下，因为长发诡异一直睁着眼睛。长发诡异见我醒了，拍拍我的背，睡。弹幕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睡。夏温温怎么不动？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哈哈哈！看来以后睡觉一定要关紧窗户啊。话说以前这个副本里的玩家没有触发过这个情节，是因为夏温温选了把好感度给长发诡异才这样吗？过了好一阵，我才呼出一口冷气。这个诡异周身太凉了，我赶忙裹紧被子。诡异满眼温柔，睡。一到晚上，我总是情感泛滥，深夜 emo。现在看见有鬼哄我睡觉，我闭着眼流出了泪。妈妈，诡异有节奏地拍着我的背，嘴里还唱起了童谣。弹幕：死猪张大嘴点 JPG。夏温温缺爱吧？啊！我小脑要萎缩了。妈妈，我确实觉得这只诡异应该叫做妈妈鬼，可我也没想到这夏温温随时随地乱认妈呀！我去，她自己没妈妈。等导师进来叫我起床时，看见的是我一手抱个小孩，一手给诡异妈妈选衣服的模样。导师眼里明显闪过一丝诧异。夏温温吃完饭后准备开始第2场手术。诡异妈妈听了这话，挡在我面前，不。我向诡异妈妈解释，没事的妈妈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，不用担心我。诡异妈妈丝毫不退让，不。导师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自己的嘴唇，你要妨碍公事，那我只能秉公处理了。弹幕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第一次在恐怖副本里看见这样的修罗场，打起来打起来，好刺激好刺激。这次夏温温总要记了吧？2个诡异打起来，他怎么可能不受伤？其实我当时以为好感度是我说上，那只诡异就会100%执行我的命令，但现在看来，好感度100点也不一定会听我的话，但对我好是准没错的。眼看着诡异妈妈的麻花辫散开，我心中顿感不妙。我站在诡异妈妈面前，开口道：妈妈，这是我刚刚为你亲手编的头发呀，我手都编累了，还有我为你选的白裙，要是脏了，我会伤心的。伤心2个字说出的同时，我左眼流出一滴豆大的泪珠。我又转头看着导师，姐姐，你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的，在我心里，姐姐开心的时候就是最好看的。的自说罢，我右眼流出一滴泪掉在地上。再转头看诡异妈妈，她坐在镜子前，开始整理自己长长的头发，编。导师也收起了咧开的嘴。这次妈妈没有再阻拦，我跟着导师离开，眼中尽是不舍。妈妈，等我完成任务就来找你。弹幕叫这么顺口，他哪是医学生啊？他这秒流泪的能力，还有这演技，可以去演戏了都。妈妈好可爱，竟然在自己努力编辫子。你们谁知道下一个手术是什么？管他手术是什么，反正肯定越往后越难。我看他夏温温能好运到什么时候？导师告诉我，他在303号房间外等我，会留给我半小时吃饭时间。餐厅在1楼。等到餐厅后，我看见许多诡异都在疯狂干饭，其中还有我之前见到的连体诡异里的妹妹。我拍了拍妹妹的肩膀，你哥呢？诡异妹妹看见是我后，如同看见鬼一样大惊失色。我看见她碗里的饭也是没了食欲。我心中有预感，我吃了这种东西，就算不会死，也会吐得失去半条命。诡异妹妹低头假装看不见我。我从桌子底下探头看她，妹妹，我给你们说的治疗疤痕的药有没有在用呀？就那个纸条上写的药。诡异妹妹小声嘟囔，哼，当我们是那弱小的人类吗？不用那些东西也会自己愈合。我想仔细看看诡异妹妹伤疤恢复的怎样，可她就是捂住不叫我看。弹幕，夏温温还怪负责的嘞。啊，夏温温好像那个调戏小女孩的猥琐男啊。她和连体诡异很熟吗？我低神，她看不见背后站了一群诡异围着她吗？我要被她气窒息了。快跑啊，老铁！其实我还是想看她活到最后的，毕竟这个副本至今没人通关。我突然发现诡异妹妹的腿抖个不停，以为是我吓到她了，安慰她道：我是医生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可诡异妹妹慢慢指了我身后，我疑惑转头，一大群诡异围住了我，其中一个满身肌肉的大块头走近我道：你们认识？我看了眼快要碎掉的诡异妹妹道：认识啊。大块头猛然拎起我，他哈哈大笑，脸上无数只眼睛打量着我。那今天你代替他去给那个东西送饭，竟然敢欺负我！我大喊，呵呵，惹到我，你算是踢到棉花了。我搓着手讪笑，敢问大哥，那个东西是？当然是4楼的怪物啊！我被大块头扔到地上，他指了一边的饭，一副我不去就要给我一拳的样子。我的脚咔嚓一声扭到了，但我还是麻溜地端起饭，一瘸一拐地走出餐厅。没走2步我又退回，刚好对上了诡异妹妹的眼睛。我放下饭，对她比心 wink， 放心，我命硬得很，不用担心我。诡异妹妹扭过头不看我。弹幕，夏温温好像确实挺会看眼色行事的，她这次竟然没用白莲花技能啊！我莫名有些感动，是怎么回事？她明明扭到脚了，还跟没事一样。诡异也会霸凌吗？
妹妹感觉好可怜啊。我突然觉得夏温温也不错，是怎么个事？哇，我有点替她汗流浃背了。到了电梯里，我的心情有些忐忑。系统介绍过副本 BOSS 在4层，可这么快就去见 BOSS 是我没想到的发展。冰冷的4层到了，声音过后，我迟迟不肯出去。系统开始提示我，恭喜玩家夏温温激活隐藏任务，成功帮助他人送饭可获得奖励哦。什么？有这好事不早说？那层薄膜已经消失不见。我独自鼓励自己，加油，夏温温。我数着步子来减少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。我心里清楚 ，BOSS 是和其他普通诡异不一样的，我需要小心再小心。这点从那些诡异不肯自己来送饭就能看出。医院就这么大，他们明显是在害怕什么。到了尽头的房间，我火速把饭放在门口，谨慎地敲了3下门。吃饭啦，态度好点，终归是没错的。弹幕，我现在觉得夏温温说话很可爱，怎么办？我看夏温温也是风韵犹存。我去，现在看夏温温的人数超过10万了，当然都来看他呀。就他这里快要看见 BOSS 是什么样啊？别提了。我看另一个玩家至今卡在第1个手术那里，没有进展。温温，加油！我看好你。门吱呀一声自己打开，一道男声传来，进来。我亲了口脖子上戴着的观音，拿起饭开始走了进去。弹幕激动万分，没人告诉我这副本 BOSS 这么帅呀，黑发碧眼190啊！我不理解了，这么帅怎么没诡异愿意送饭？会不会是心里阴暗的那种诡异？温温，让我进去玩2天。BOSS 就这样看着我开始吃饭，他让我站着，不叫我离开。我想找借口出去 ，BOSS 率先发话，把窗户擦干净。我是来打你的，不是给你当清洁工的。BOSS 冷冷盯着我。我弯腰，好的，等着吧，等我得到好多奖励的时候再来报仇。我开始拿着我的衣角擦玻璃。不过我还是好奇诡异为什么害怕他，偷偷转过头看 BOSS 时，系统声音吓了我一跳，恭喜玩家夏温温获得称号 BOSS 的新女仆。我的五官皱在一起，面带死亡微笑，声音很小，你说什么？我的奖励呢？我的奖励呢？你以为我这么早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我的好感度呢？我几乎快要抓狂，听见奖励声音我才放下心来，恭喜玩家夏温温获得奖励恶魔之眼。这是什么玩意？夏温温，手术马上开始了。是导师。我兴奋转身，却看见 BOSS 房间里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红色。恶魔之眼可以帮助宿主看到 BOSS 房间里危险的东西哦，危险的都是红色哦。什么？这全是红色呀？导师见我呆站着，拉我离开。大人，这位是新来的，这里有台手术需要他，我先带他去完成手术。BOSS 笑着，应该的。弹幕那边能看到我的视角，我刚才开玩笑的，我就不进去玩了哈，怪危险的。别说夏温温了，我看见全红色，直接心跳加速啊！这 BOSS 岂不是随便拿个东西都能？怪不得这副本通关率这么低，要是没有恶魔之眼，谁能知道这里这么危险啊？导师见我一瘸一拐，也一句话不说，随手递给我一个装有绿色液体的瓶子。夏温温，以后不要随便帮别人，他们没有你这么脆弱。我看着自己的脚踝，姐姐，诡异也会欺负弱小吗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但大家的愈合能力很强，就算被撕碎，只要拼在一起就能恢复。这个药水你涂在脚踝处会恢复得很快。我蹲在地上涂着扭伤处，泪止不住的流。弹幕，这时候就别装了吧，还是完成任务要紧啊。楼上的，你没看到夏温温脚都肿成什么样了吗？她为什么哭啊？刚刚都没哭的。夏温温难道被 BOSS 的房间吓到了？导师关切地问我，怎么了？我啜泣着，姐姐，我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，可我突然发现我怕看见曾经的自己。其实看见诡异妹妹被欺负的样子，那时我脑子里闪过的都是之前上学时被欺负的自己。我低头，爸爸说，妈妈在生下我后嫌弃我是个女孩，就把我丢在了垃圾桶里。我没死，妈妈跑了。后来上学别人总是欺负我没妈妈，没人保护我，我那时也是身体控制不住的抖。导师静静看着我，我知道作为一个诡异能这样等我发泄情绪已经是很好了。我又2下擦干泪，站起后发现自己的脚已经好了，我觉得帮助别人的感觉还不错。导师摸了我的头，你也是，开心的时候才是最好看的。我欣喜的点头，弹幕，我真该死。夏温温真没妈呀！我没骂过夏温温，打败99.9%的人，调皮啊！夏温温必须给我通关。我好像理解她性格为什么这样了。手术加油啊，温温！到手术室门口，诡异妈妈的头发看上去编得很潦草，她早早就在那里等着我。诡异妹妹也在，他俩正在说着什么。诡异妈妈看见我一脸紧张飘来，哭。我闭着眼委屈道，妈妈，楼下大块头欺负我。诡异妈妈闻了我身上的味道，丢下小海鬼就走了。诡异妹妹看了我一眼，今天谢谢你。我淡舌 wink， 小事一桩。弹幕，夏温温这情绪转变能力太强了，她的状态就好像刚刚没哭过一样。我有点期待夏温温怎么做手术了。导师没有再给我说闲话的机会，夏温温，
解剖手术，5分钟后开始。我挑选着手术工具，心里想到，解剖诡异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下一秒我就被打脸，因为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个活生生的人。研究小白鼠和小兔子我已经很熟练，但解剖活人，我过不了心里这道防线。我疑惑地看着导师，导师在认真记录。所以说解剖对象没错，在导师的背后，诡异妹妹一直摸着自己手腕。我立刻查看了手术台上人的手腕。好啊，有个拉链状的东西，我好像知道这位是谁了。他之前不是说过家里有张男皮，不过这皮看着真实，摸着确实像胶质感。我拿着解剖刀指着诡异哥哥的心脏，从这开始，又指着他的腹部，还是从这开始呢？诡异哥哥头上流出了汗。终于，诡异哥哥心理防线被摧毁，他跑了出去。为什么这次手术也要我来啊？我手拿解剖刀追着诡异，别怕，你又死不了，帮帮我吧。我解剖学不想挂科呀。弹幕炸了，不是姐们，到底谁是诡异呀？这姐有点牛了。姐，你现在比诡异还要诡异呀！我跑不过诡异哥哥，摆摆手，骗你的。上次连体诡异的反应已经让我知道诡异也会疼。导师紧跟着我，我放下解剖刀，姐姐，这次手术我就放弃了。导师的笔顿了下，这是最后一次实习手术，你确定要放弃吗？系统也出来了，宿主，放弃手术是不会得到奖励的哦，要慎重考虑哦。我确定。导师合上了本子，夏温温，既然你放弃了最后的手术，我也没有再带你的需要了。我心里生了不安，姐姐，明天你不来叫我了吗？导师突然抱住了我，祝你好运。诡异小孩拉着我要找妈妈，我抱起他，看向远离我的导师，还会再见吗，姐姐？导师没有回复我。我抱着小孩鬼去找妈妈的路上，一直向系统发疯，你把我姐姐搞哪去了？你把我姐姐搞哪去了？还我姐姐！还我姐姐！系统用无奈的语气道，宿主，主 NPC 活动是受限制的哦，既然他的任务完成了，目前是不会再出现哦。我继续发疯，我不管，你还我姐姐！系统，宿主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通关吧，导师只是去休息了而已。我不早说，害我担心。系统，弹幕啊，不要手术奖励真的没问题吗？我还没有见过第2场手术的奖励嘞。导师退场了吗？可我还想见他呀。没办法，这游戏设定就是这样。这不就说明我家温温少了一个靠山吗？我相信温温，现在活着的玩家没几个了。我最看好他。看，那不是诡异妈妈吗？我放下小孩鬼，小孩鬼火速爬到了诡异妈妈身边。诡异妈妈跟前站了一排诡异，这不是早上围我的那群诡异吗？我听见那个大块头叫了句妈，然后诡异妈妈给了他一个大逼兜。又有诡异说，妈，我们欺负的又不是自己人。诡异妈妈也给了他一个大逼兜。我不禁笑出了声，这好感度真不错呀，真不错。我藏在诡异妈妈身后嘚瑟，来呀，打我呀，笨蛋。那群诡异敢怒不敢言。要是这些诡异都是同一个妈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我正见笑着，系统突然出现，恭喜宿主 ，BOSS 指定由你服侍他哦，宿主窗户擦得很干净哦，期待宿主的表现哦。我的笑容收住，没忍住跳起来，给了大块头一个大逼兜，叫你欺负我。现在好了吧？大家都不开心了。大块头想要打我，诡异妈妈伸手护我，她快速捂着脸，错了吗？弹幕，温温好惨，现在也没导师救他了。这巴掌看得我好爽啊！原来这副本通关的关键是这个长发女鬼呀。诡异妈妈教训完那群诡异后，就和我一起回了房间休息。我发现桌子上放着导师之前用的本子和笔。天哪，我的好姐姐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我拿起笔记画了一页。我目前身上只有恶魔之眼，我要实现这个东西的利益最大化。次日我去给 BOSS 送饭时，诡异妈妈只送我到了电梯口。和其他诡异一样，诡异妈妈也惧怕 BOSS。这次我准备得很充足，找好了抹布水桶，那个房间自动打开。BOSS 依旧坐着看医书，他敲了桌子2下，我立马将饭放上去。我弯腰退后2步，大人，我去打扫房间了。BOSS 没有理会我，我开始自顾自地搞卫生。系统，恭喜宿主获得 BOSS 的初级女仆称号，加油干哦！称号？屁用没有的东西！我擦着杯子，红色的，偷掉。我擦着摆件，红色的，偷掉。我继续擦着柜子里，衣服也是红的，偷掉。弹幕，夏温温在干什么？他在偷东西吗？这么大胆！滴神，他昨晚就摆弄了水桶半天，原来在桶里面做了暗道啊！就上面一层是水，下面是个密闭空间啊！他偷这些干啥？我去 ，BOSS 来了，多拿点东西，减少危险，最后趁 BOSS 不备，一刀拿下他。这是我的 A 计划 ，B 计划暂定。我刚偷偷放进桶里一条内裤，转身就发现 BOSS 冷冷盯着我。我紧张地低头，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瞟向门口的方向，要是被发现了，我必须逃。大人，真是个陌生的称呼，我不明所以，导师就是这么叫的，哪里陌生了？
我头更低了，提起桶道：“大人，要是没事我先去换水了，水脏了。”我快速走开，走着走着，水桶坏了，里面的东西全部掉出，那条黑色四角裤最显眼。弹幕：完了完了，夏温温玩脱了呀！我不敢看了，太尴尬了，救命！这桶质量怎么这样啊？还没等 boss 反应，我就跪着声泪俱下：“大人，其实我有个小癖好，我喜欢的人用过的东西，我会很想珍藏起来，这才生了这个心思。”我抬头看 boss， 发现他用看变态的眼神看我，就是要这个效果，厌恶我，离我远远的，这样才能保证我现在的安全。我以为 boss 会叫我滚开，可他蹲在我面前，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夏温温，你当真不记得我了？”这次换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 boss， 我想问出我的疑惑。他捂住了我的嘴：“这次你什么时候离开？”我用手比了个5。我不知道弹幕那边已经黑屏了。boss 站起来：“5天后我会放你走。”我一下子蹦起来：“真的吗？大人，咱俩是不是啥时候见过呀？在体育场还是图书馆来着？”我的头猛然一黑，不知何时已经埋在 boss 怀里。他说话和初见时的那股距离感的冰冷语气完全不一样。你还是和那时一样。我不懂 boss 在说什么，但我努力挣脱出来，然后假笑：“真的5天后放我出去吗？”他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，我已立誓，若有违背，血崩而亡。这么狠？boss 说完这句话后，系统的声音出现：“宿主，宿主，刚才连线设备损坏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？”我擦着地板摇头：“啊，就是一直在打扫卫生，没什么。”弹幕那边也好了，吓死我了。刚才 boss 蹲下后就黑屏了，怎么回事？夏温温没事吧？看起来没事耶。我温姐一定是凭演技解决了麻烦，我还以为刚才 boss 要爆发了呢，结果突然断线了，太奇怪了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boss 立誓前与我约定，他放我走的前提是需要我不露出破绽，装作方才什么都没发生，无非就是好好当我的女仆，当几天女仆就能离开，对我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我爽快答应了。于是剩下的日子，我的称号在不断提升， boss 的终极女仆， boss 的忠实女仆。弹幕疑惑：夏温温就这样屈服了？不会吧，说不定是之前被抓过一次，然后憋大招呢。对方毕竟是 boss， 得小心应对。现在玩家就活他一个了，可别让我们失望。通关期限的最后一天，我和 boss 演了一场戏。我用手术刀刺进了熟睡的 boss 心脏。为了让这场戏更加真实，我甚至每天都在本子上记录 boss 的生活习惯。血染红床单的时候，系统的声音出现：恭喜玩家夏温温成功通关。游戏奖励：1把手术刀、1瓶绿色液体、1个笔记本和1支笔。您将在10秒后传送离开。弹幕霸屏了，哇靠！夏温温通关了，牛啊！我就说夏温温怎么可能就天天洗洗擦擦的？后面感觉 boss 都对他完全信任了，午觉时都敢放他进来。明明是温温认真记录 boss 的生活作息，专挑 boss 睡着的时候送饭啊！我怎么觉得这 boss 有点弱了？这个副本感觉前面难度更大呀，大多数人都没见过 boss 就记了。温温好棒！10秒后，我的身体开始消失，系统那边的连线彻底中断，等待我的回归。boss 睁开眼，我眨眼：大人，我找大块头借的鞋好用吧？太好了！没想到骗过了系统。我放松心情，看着自己的腿脚消失，却远远听到一声不。诡异妈妈的头发进了 boss 的房间里，头发想缠住我。出去！轻轻2个字，诡异妈妈的头发就收了回去。我很舍不得诡异妈妈，但我们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完全消失时，听见了 boss 的最后一句话：夏温温，记住我，我叫于彻。我以为自己回来后会在宿舍，但我面前是3张陌生的脸。左边的墙上有几个很大的字：异常事件调查局。异常事件调查局竟然真的存在。最中间的女博士直言：夏温温，我知道你现在还接受不了调查局真实存在这件事，但为了人类世界，我们确实在秘密调查惊悚游戏。许多突然降临的惊悚游戏都是我们的人通关后让其消失的。你看，外面的天在变蓝，说明惊悚医院已经在消失。这多亏了你。突然被夸奖，我挠头，这没什么，但游戏随机选中我，我肯定得努力活下去，是运气罢了。女博士摇头：不，第2次通关绝不是运气。我满眼不解：第2次？怎么可能？女博士伸手，请看 VCR。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屏幕，屏幕上播放了异常事件调查局是如何处理惊悚游戏的。被随机选中进入游戏的人，游戏会自动开启全球直播。异常事件调查局判断，直播是为了让更多人惧怕惊悚游戏，游戏会吸取人的恐惧，制造新的惊悚副本。所有从游戏里活下来的人会被传送到调查局里，由调查局对其进行记忆清洗，防止恐怖游戏的经历影响其正常生活。记忆清洗是对普通人操作的，而异常事件调查局里的人经过严格训练，不会被游戏过后的恐惧支配，也不会被清洗记忆。只要有一个人通关，游戏就会结束消失。
异常事件调查局甚至已经有办法能够送自己人进入游戏，通关后可以解救其他随机被游戏选中后未通关的人。视频播放完毕。我怔道，所以我之前进入过游戏，但是被清除记忆了。那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女博士说，有一天有人告诉你，其实你通关了一个 S 级恐怖副本，你自己信吗？我不想再听，一切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说过于超前。我闭眼，来吧，清除我的记忆，我还要去复习知识点呢。调查局里的人互相看对方。女博士走近我们判定你有很大的潜力能够通关游戏。夏温温，你刚才通关的游戏可是 S 级，我们诚邀你加入我们。可我还要复习，没时间。只要你答应我们，其他事情都不用你操心。你父亲的病我们会帮忙救治，你之前的记忆也会被恢复，怎么样？父亲的病，那些医生都说没治了。我想学医救父亲，但时间不够，能力也不足，再拖，病情只会更重。还有惊悚医院的 boss 于彻到底是谁？他能为我立誓，貌似真的认识我，可只有恢复记忆后我才会知道这些。我又开始苍蝇搓手，那管吃管住不？当然。我刚答应女博士，外面的天就红了起来。我小心翼翼询问女博士，咱们局里其他人呢？博士后面中的一人回答我，除了博士就3个。那另一个人呢？在哪？3根食指同时指向我。